义乌全市限电，小工厂停工，超市门牌发光牌匾和路灯全部关闭。浙江多地工厂收到紧急通知，要求工厂停工15天。政府机关单位3度以上不许开空调。南方小伙伴感叹，可谓是夺走了2020年最后一丝温暖。今年罕见的限电到底是因为什么？限电是否和我们拒绝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矿以及俄罗斯掐断电力供应有关呢？还是跟碳关税重压下的中国战略有关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这期节目。其实每年咱们或多或少都会限电，只不过规模不大，一般发生在工业领域，也就是省条级别。省条分配限电量给地条，地条分配给县条或者区条，区条再去联系工业区内的用电大户，告诉他们限电量。但是这种限电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也就是夏天或者冬天用电量最高的那几天，把用电的峰值砍掉就行，属于游击式的限电。但是这一次的限电应该算是集团作战式限电，波及到多个省份甚至多个网，而且不仅仅是消峰式限电，而是常态化的降低整体负荷。从这一点来看，主要原因还是供需的矛盾。一方面需求旺盛，截至今年11月，中国的出口额高达268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1%。全球疫情加剧，导致国外的生产企业无法正常运行。光是口罩，我们今年就出口了2000多亿只，相当于全球人均30只。11月份全社会的用电量是5000多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1%。而且到了冬天，特别是最冷的时候，家庭、公司、商场和工厂都将空调开到了最高，积液成球，这个增量也不容忽视。但是无论是工业高速增长还是低温寒流，如果供给侧没有问题，电网断面的问题就不会太大。需求侧高涨，最多只会造成电网的拥堵，而不会造成大范围的停止通行。所以很多网友就开始纷纷猜测，限电是否跟我们拒绝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矿以及俄罗斯掐断电力供应有关呢？关于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这个问题，被一些人用冷战思维妖魔化解读了，不存在经济胁迫，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国家正在加大对环境重污染的治理。河北省今年10月份的时候下达了环保死命令，包括对钢铁行业在内的高污染进行管控减排，甚至要求一些钢铁厂和高炉停产，这直接造成了对澳煤进口的停止。也就是说，澳煤不是用来发电的，跟这事儿没关系。那是不是俄罗斯掐了我们的电呢？1992年以来，中俄相继建设了110千伏黑线、220千伏爱甲乙线，以及中俄直流500千伏的阿黑线，4条跨国输电线路把电送到了中国的东北。东北地区依次能源结构可以基本概括为多煤多风多油，少水少气。在东北电网的电源结构中，火电机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占大头，所以不管俄罗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断供，这件事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东北地区对煤炭的需求量增加。那我们国家现在煤炭是什么状况呢？由于京津冀鲁、华中东4省和华东地区这些地方经济比较发达，我们国家煤电机组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的用电负荷中心地区，但是这些地方煤炭开采强度太大了，开采条件比较好的资源已经开发殆尽，多数大型矿井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中晚期，然后我们国家的开发重心就西移和北移了，主要靠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和宁夏5个省份来供应，主要集中在晋、陕、蒙3个省，总体呈现西煤东送、北煤南运的格局。从今年1月份到10月份的数据来看，山西生产了8.67亿吨，同比增长6.1%；陕西生产了5.54亿吨，同比增长8.1%；内蒙生产了8.01亿吨，同比下降10.4%。内蒙的产量明显下降，主要是因为内蒙在大力整顿肃清煤炭市场乱象，这是国内的情况。进口方面也是今年1月到10月份，进口煤炭2.53亿吨，同比下降了8.3%，所以煤炭供应整体是减少的。那供应减少，为什么不增加进口呢？因为火力发电企业在亏损。从2016年开启煤电区产能以来，火电企业一直在持续关停不达标的落后产能，加上新能源
装机的挤压，而且他们还要承担新能源调峰的职能。火电企业的日子不好过，甚至开始抛售煤电资产。那我们为什么要不断淘汰钢铁和火电领域的落后产能呢？我们淘汰高能耗、低效率产能，以及努力发展新能源，都和碳关税重压下的中国战略有关。环境经济期刊中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碳关税重压下的中国战略》。上面提到的所谓碳关税，是指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高能耗进口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众所周知，高能耗产品多数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向发达国家出口，其中中国制造所占份额非常大。一旦碳关税被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我们虽然反对以碳关税之名行贸易壁垒之实，但是我们觉得低碳化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也早就意识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次限电受影响最大的省份是浙江、湖南和江西。就算火电指望不上，可是湖南、浙江、江西还有3条特高压呀，怎么还能缺电呢？这里我们要说一下为什么要发展特高压。我国70%以上的煤炭资源，风能、太阳能分布在西北部，而70%以上的能源需求却集中在东中部。要不我们就把煤用铁路、公路、海运的方式运送到东中部地区，风能、太阳能储存到电池里拉过去。但是这样的话占用了太多的物流资源，而电池领域又面临着能量密度太低的困境。或者我们就只能把这些资源就地转化为电能，用特高压电网远距离的传输过去。所以我们在2016年完成了800千伏宁东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这条线路始于宁夏，止于浙江，6个配套电源点，近1000万千瓦火电装机。这条特高压指望的也是火电。那我们在2015年完成的800千伏酒泉湖南特高压是什么情况呢？这条特高压始于甘肃酒泉，止于湖南湘潭。甘肃风电装机1008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517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容量占本地装机容量的比例达到36%。但是其风弃光严重，因为风力还有光伏发电有缺陷，有风才能发，白天才能发。一方面储能技术和调风技术还不成熟，为此酒泉又建造了100万千瓦的火电厂和8个光热发电试验点来尝试进行调风。最后我们再说说江西，亚中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始于四川，止于江西。这条特高压2014年就开始规划，当时四川说：“兄弟，这电我必须给你。”江西说：“兄弟，这电我指定不能收。”一个玩了命的要给，一个拼了命的不要。因为江西省16年总电量才1180亿，亚中直流1年就能跨省送300亿，这不仅会影响本地的发电企业，而且生产在四川，消费在江西，钱江西花了，却不能像本地电厂一样提供就业和税收，所以就一直拖着，预计到2021年底才会完工，完美的错过了本次的限电。如果有这条特高压，即便四川到了枯水期，总归还是顶点用的。核电我们就不说了，2020年3月份各类型电源发电量中，核电只占5%，火电占75.11%，还是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这件事我们大概就搞清楚了，我们不缺电，只是因为我们要调整能源结构。这件事也许标志着中国新能源这盘大棋要真正开始落子了。